盖世小鸡出新手柄的速度简直堪比开源掌机圈的周哥，也就是安博尼克。这不，继品质与价格都比较高的小鸡 G8 拉伸手柄之后，盖世小鸡又推出了一款兼顾品质与性价比的拉伸手柄 X2 的升级版 X2S， 它的官方定价是199元，我们赶紧来一起体验一下吧。 首先，外观部分，本次的配色我愿称之为猛男配色。正面浅灰色的主体搭配香芋色的按键，背部由大片香芋色覆盖，左右两侧由浅灰色硅胶包裹，并且有一定握把凸起，保证了持握手感。这个色彩搭配使得整机透露出一股果冻 Q 弹的质感，有点 3DS 的味道，应该很好吃。 机身正面的摇杆简直是小的可怜，一个小揪揪。官方有附赠2套摇杆帽，分别是凸起和凹陷的，套上之后就顺眼多了。按键表面采用了凹刻工艺，不存在掉漆风险。机身底部有一个 C 口，实测供电功率可达13瓦左右，应该是可以保证不掉电的。 整体做工与细节跟小鸡家的大 G8 是有一定差距的，毕竟2的价格也不在同一层级嘛。手柄本体重173克，加上小米14之后重约371克，是一台掌机该有的重量。值得好评的是它的 C 口支持上下活动，在安装时不会损伤手机。另外，它在能接触到手机的部分都做了厚厚的硅胶软垫，在左右两侧边缘部分还有一定凸起，可以防止手机滑落。即使是裸机安装，也不用担心划伤手机，并且边缘处采用了断齿设计，可以有效防止对音质的影响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带手机壳也是可以直接加装这款手柄的。我特意试了比较厚的手机壳，装上之后向中间挤压一下就可以成功连接。不过还是推荐薄一点的手机壳，连接会更加稳定。手柄拉伸手感丝滑，在拉开后会空出一定空间来容纳手机摄像头。我的小米14加了镜头膜，加上手机整体厚度约为12.8毫米，可以完美放入。 手柄最大拉伸长度168毫米，是装不下平板的。不过估计过几天就会有暴力改造的视频出来。另外 C 口安置在左边，也是可以兼容折叠屏手机的。如果你正在使用 C 口的 iPhone， 小鸡 X2S 也是可以支持的。按键方面 ，ABXY 有点像轻触开关的手感，按压力度适中，反馈干脆。 适合快速连续点击，键程比较短，稍微按下一点就会触发反馈。不过如果你继续向下按压，就会感觉到底部有一个很 Q 弹的东西在支撑着，手感蛮有趣的。左边十字键也是类似的手感，不过触发力度要轻一些。错招时每个方向的反馈都非常明确，并且用力按下某一方向，并不会出现串键现象。 键键采用了类似鼠标的微动按键，触发力度轻，反馈明确，手感和声音都跟鼠标比较接近，整个区域都可以触发键值。 扳机采用了霍尔线型扳机，按压力度比较合适，键程大家可以目测一下。吐槽一点，扳机边缘处略薄，摸起来会有点割手。好在扳机表面有弧度设计，按压起来还可以。扳机整体调教非常优秀，线性值变化均匀。首段与末段区域死区都可以在软件中进行调节，并且我们可以通过组合按键开启快速扳机，模拟成非线性模式。 摇杆方面 ，X2S 使用了空云家的中号霍尔摇杆 GH16， 手感顺滑，4个方向上按压手感保持一致，实际调教也非常不错。中一点死区可以在软件中自行设定，可以做到几乎无死区。中一点吸附与十字吸附都感知不到。外键控制采用了画圆方案，整体调教属于第一梯队。另外，手柄上方的 G 和 S 按键分别对应了 Select 和 Start 键。 左下角为截图键，右下角为 Home 键，可以通过不同组合方式实现音量调节、按键互换、按键连发等各种功能。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说明书。在配套 APP 中，我们不仅可以更改摇杆与扳机死区，还可以 OTA 升级手柄，还有按键映射功能。游玩安卓端米哈游时，我们可以开启官方预设好的按键映射，游玩体验还可以。另外，一些原生支持手柄的安卓游戏也都可以正常游玩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购买小鸡 X2S 可以获得某蛋模拟器的永久会员权益，可以无限制学习 NS 游戏。为了视频的安全起见，这里就不展示游戏画面了。另外，像 PS2 之类的模拟器也都可以完美适配这款手柄。哦，对了，这款手柄是没有内置震动马达的，不过我试了下以太模拟器，是可以调用手机震动马达的。另外就是这款手柄不带散热模组，玩游戏的话比较考验手机自身的散热能力。 无论是小鸡 G8 还是 X2S， 都有着不错的品质。当然，论手感肯定是小鸡 G8 更加舒适，论做工也是小鸡 G8 胜出。但是论便携，肯定是 X2S 更占优势。论价格也是 X2S 更有性价比，毕竟它跟 G8 一样，都有双霍尔加优秀的调教。好了，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支持一下，记得关注我，我是峰峰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